台湾鲷鱼价崩跌，渔民满腹哀叹，政府忙着补贴收购冷冻。很多人说这是市场崩盘，但与其说崩盘，不如说是20多年来编织的美梦被戳破，消费者终于清醒了。曾几何时，台湾鲷这个名字响彻国内外，从餐厅菜单到超市鱼柜，无不强调台湾鲷的美味与高级。然而，如今为何台湾鲷突然卖不动？问题真的只是关税与外销受阻吗？还是我们发现了这条鱼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台湾鲷的兴衰背后藏着怎样的市场叙事和真相。首先，我们来看看眼前的惨况。最近一段时间，养殖台湾鲷的鱼塭边鱼满满，却没人收购，渔民排着队等加工厂收鱼，却怎样都等不到买主。往日畅销的台湾鲷，如今陷入有鱼无市的困境，鱼还在池塘里游，市场却仿佛蒸发了一样。传统市场收购价跌到每台斤25元左右，外销用的大条冷冻鱼一斤也只剩23元，甚至小条规格只要14元。什么概念？渔民每养一斤鱼，成本将近30元，卖一斤就倒赔5元以上，卖得越多，赔得越惨，难怪渔民心急如焚。而政府一边宣布好消息，台美关税谈判终于把输美台湾鲷关税降到 15%， 低于中国、越南等竞争对手，看似出口前景转好。另一边又赶紧端出紧急措施，补贴渔会大量收购台湾鲷冻存800公吨，鼓励学校营养午餐、军队伙食多用台湾鲷，甚至把台湾鲷产品放进年节礼盒推广内销。一场大仗打得热火朝天，只为了救活台湾鲷产业。然而，表面问题能解决，深层问题却仍在。为什么鱼价一跌再跌，大家却宁愿鱼冻在冷库，也不愿多吃一口台湾鲷？难道真的是因为几年的关税风波，让市场一时失调，还是因为我们终于认清了台湾鲷的真面目？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头说起。很多人不知道，台湾鲷其实就是无锅鱼。这种鱼原产非洲，学名蒂拉皮亚，在台湾本来一直俗称无锅鱼。这个名字是纪念1946年把它引进台湾的2位功臣吴振辉和郭启章。2次大战后物资极度匮乏，当年政府为了让老百姓补充蛋白质，引进了无锅鱼苗。无锅鱼有个大优点，生命力强又爱生小鱼，几乎不挑食，蚯蚓、水草、小虫都吃，不需要昂贵饲料就能养活。于是1950年代开始，全台推广稻田养鱼，把无锅鱼苗丢进水田，鱼儿吃掉害虫水藻，农民不用额外喂料，等收成稻子前把水一放，顺便就把鱼捞起来。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无锅鱼几乎就是老天赏的一口肉，养活了无数缺蛋白质的家庭。彼时大家都穷，连饲料钱都掏不起，有这么种鱼自生自长，不吃是雪中送炭。然而早期的无锅鱼也有缺点，品种小，怕冷。最早引进的莫桑比克无锅鱼体型不大，成年也只有几两重，北部冬天一冷还养不活。于是水产专家们不断试验改良，1960年代后陆续引进更耐寒、个头更大的品种，终于尼罗无锅鱼在台湾落地生根。这种来自非洲尼罗河的鱼能长得更大，也比较耐低温。到了1990年代，台湾迎来无锅鱼养殖的黄金时代，不仅满足国内所需，还首开先例，把无锅鱼当商品鱼出口国际市场。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把无锅鱼卖到美国的国家。当时许多美国消费者惊讶地发现，原来有种鱼肉质洁白细致，没什么刺，味道温和，没有腥膻味，非常适合做成鱼排料理。美国市场一打开，台湾无锅鱼的需求量节节攀升，渔民们乐开怀，养鱼不再只是喂饱本地肚子，还变成出口财富的来源。但机会来了，竞争也跟着来。看到台湾靠无锅鱼挣到钱，中国大陆、东南亚国家纷纷投入大量资源养殖无锅鱼，他们地多劳工便宜，很快以低价大量的策略抢走了相当部分的国际市场。台湾鱼一度在美国超市很吃香，可几年后发现货架上更多的是大陆和越南的冷冻鱼片，而且价格更便宜。台湾养殖户一下子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国内市场有限，外销市场又被对手瓜分，怎么办？
难道辛苦建立的无锅鱼王国要这么让位？台湾人没有认输，而是想出了一招差异化战略。我们卖品质，既然拼数量拼不赢，那就拼品质、拼品牌，把无锅鱼升级为高级鱼。2002年，台湾官方和业界联手给无锅鱼换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字——台湾鲷。注意，这里面大有文章。鲷字在中文里可了不得，传统上指真鲷、红鲷这类海产鲷科鱼是高级海鱼的代名词。例如日本料理里的鲷鱼刺身，用的就是红鲷，又称真鲷，是昂贵的海水鱼。把无锅鱼冠上鲷字，乍听之下仿佛成了某种台湾特产的海鲷鱼，身价瞬间不同。当年推广者甚至比喻台湾鲷改名换姓，正像当年的奇异果。奇异果原名中国猕猴桃，土不拉几卖不起价，新西兰人替它取了洋气的新名字 Kiwi Fruit， 结果风靡全球。同样的，台湾鲷这个名字一出炉，无锅鱼摇身一变，仿佛成了台湾之光，不再是乡下土味的鱼，而是经过精心养殖、品质卓越的精品鱼。从此，官方文件、行销广告一律称台湾鲷，有意淡化无锅鱼那个名字带给人的廉价联想。不仅改名字，台湾养殖业也同步升级技术，确保所谓高品质名副其实。为了让鱼长得更大更快，科学家们早就动手脚。无锅鱼雌雄混养时爱，不停繁殖小鱼，结果池塘里幼鱼挤满池，反而浪费饲料，长不大。所以早在90年代，我们就研发了单一性别养殖，也就是只养公鱼，不养母鱼。公鱼不会孵小鱼，能专心长肉，一来转换饲料效率高，二来不搞繁殖消耗体力。透过品种选育和控制性别，台湾无锅鱼平均可以养到1公斤左右再出货，而不是几两重就成熟繁殖。此举大大提升了商品鱼片的产量和品质。另外，我们也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系，例如号称极富 GIF 的改良无锅鱼，让鱼长得更快更大，肉质更优。接着在饲养过程中也强调严格把关，从鱼苗场、水质管理、饲料配方到检验检疫，都宣称有国家标准监控。加工端则建立冷链与卫生认证，让出口的鱼片达到欧美食品安全要求。一整条产业链，台湾试图打造出一张王牌，台湾 Tilapia， 要让世界知道我们的无锅鱼不一样。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套市场叙事卓有成效。台湾鲷成功打进了海外华人市场和部分欧美高端市场。美国的亚裔超市、水产批发商特别青睐台湾鲷，因为海外华人相信台湾水产品品质可靠，比起中国大陆的鱼安心。据说很多在美的饕客指定要买标榜来自台湾的 Tilapia， 甚至愿意多付一些钱。台湾鲷协会理事长郭建贤教授就曾自信地表示，只要吃过我们的台湾鲷，消费者就不想再吃别国的无锅鱼。国际市场上，台湾鲷被宣传成经过严格检验程序、最高品质的无锅鱼，成了某种金字招牌。台湾也因此稳住了一部分外销量，在低价倾销的红海中闯出一片利基蓝海。同时，在国内市场，台湾鲷也试图扭转长久以来的形象。过去提起无锅鱼，许多台湾人脑中浮现的是家常菜清蒸无锅鱼，经常用姜丝豆鼓蒸来吃，因为泥土腥味比较重，不加料不好吃。无锅鱼在本土一直算不上高档货，多半是平民餐桌上的蛋白质来源。然而，自从改名台湾鲷后，情况开始改观。在超市，原本写着无锅鱼的鱼片包装改成了台湾鲷鱼片，自助餐店里原本平价便当里的炸鱼排也堂而皇之叫做鲷鱼排。许多消费者其实并不清楚台湾鲷就是无锅鱼，只觉得鲷鱼名字听起来不错，甚至联想到海洋鱼类，自然放心吃。可以说，改名创牌的20年里，台湾鲷在国内外打造出一个看似美好的幻象。它仿佛不是那种在池塘喂麸皮长大的土鱼，而摇身变成一条档次不输海鱼的优质鱼。从市场到餐桌，很多人都接受了这个设定。台湾鲷很棒，很安全，很美味，值得多花点钱购买。然而，再华丽的戏法也终有穿帮的一天。消费者不可能永远被名字蒙蔽。随着资讯传播越来越透明，
台湾雕的真实身份和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首先，一些懂行的人开始揭露，台湾雕根本不是什么海雕。从生物学上讲，鲷鱼是鲷科海水鱼，而吴郭鱼属于雌鲷科淡水鱼，两者差远了。业者在产品名称里硬塞一个鲷鱼的字眼，其实是种误导行为。特别是有心人发现，很多市售包装上中文写着鲷鱼，但翻到英文成分却标明 tilapia， 也就是吴郭鱼。这赤裸裸说明业者心知肚明，卖的是吴郭鱼，却利用中文语义的模糊，让消费者以为自己买的是正宗鲷鱼。这种资讯不对称，让不少消费者一旦醒悟，产生被欺骗的愤怒与剥夺感。想象一个老饕，以往在火锅店看到鲷鱼片，觉得是种高级鱼片，煮汤鲜美，吃了好几年。结果某天他看新闻才知道，原来那鲷鱼片其实是淡水养殖吴郭鱼，成本比他以为的海鱼低多了，他会作何感想？再比如，家庭主妇花高价买冷冻台湾鲷鱼排给家人补身体，因为以为是来自清澈海域的名贵鱼肉，后来发现只是池塘鱼，心里会不会失落？这种多年来建立的品牌迷思一旦破灭，消费意愿也随之骤降。近几年，坊间与网络上越来越多人讨论台湾鲷的真相，甚至在2025年底，有人在公共政策网络提案平台发起提议，要求强制在所有台湾鲷产品名称后标注吴郭鱼，并禁止再以鲷鱼二字单独标示，避免继续误导消费者。这项提议的用词相当不客气，直指台湾鲷多年的行销话术，称其为让行销名词凌驾于物种事实，主张不能让这种误导再下去。想想看，当年一般民众都跑出来请求政府立法管一条鱼的名字，就知道台湾鲷原本塑造的光环有多大，现在反弹的力道就有多强。消费者感觉被愚弄，自然用抵制来回应，这绝非几句广告词就能挽回的。除了名称误导，品质信任危机也在近年爆发。尽管业界宣称养殖全程严格把关，但现实中并非每条鱼都这么干净。2023年，高雄曾闹出一起震惊全台的毒鲷乌龙事件，卫生局抽检市售台湾鲷鱼排精，传验出禁药恩福喹诺酮残留。消息一出，全联超市紧急下架相关产品，消费者人心惶惶，以为吃了会中毒。后来证实是检验人员操作失误，把仪器灵敏度调错放大10倍，其实鱼肉并没超标用药。但即便闯了乌龙一场，台湾鲷含禁药这个惊悚标题早已传遍报端，许多人记住的是恐惧和疑虑。虽然官方澄清鱼是无辜的，但一般人哪管细节，只觉得台湾鲷可能有药残，从此买鱼更加谨慎。这场乌龙风波对台湾鲷市场的打击不可谓不重，至少短期内传统市场的销量急速下滑，鱼商叫苦连天。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台湾鲷产业的确存在管理上的断层和隐忧。表面看，我们有产销履历，有渔业署的登记制度，好像管很严，可实情是，全台约一半的吴郭鱼养殖户根本没有养殖登记证，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养殖场游离在正式监管之外，他们可能因为土地用途等问题无法取得证照，但还是在养鱼。而加工厂如果收购了这些无证鱼，就不能出口，怕违规受罚，所以干脆不跟无证渔民买鱼。结果市面上出现一堆卖不掉的鱼，其实并不是因为鱼不好，而是卡在体制漏洞里，养的人没证，收的人不敢收。这些游离在灰色地带的鱼货，很可能只好低价贱卖在国内，或转做鱼粉饲料，进一步拉低市场价格。当产业面临压力时，这类结构性问题特别致命。渔民就算想提升品质拿认证，也许苦于手续或成本办不到，没拿到认证，他的鱼连正常销路都没有。长久下来，有些人干脆成本能省就省该打的疫苗省了，饲料用廉价的，甚至乱用抗生素求快速增重，这些都与最高品质无郭鱼的形象背道而驰。一旦消息传开，消费者哪还敢相信所谓台湾鲷的品质？正如一句话所说，信任建立在滴水穿石，摧毁只需顷刻。过去台湾鲷苦心经营信誉，但只要几次负面事件就足以让多年的信任瓦解。此外，
消费习惯与营养观念的改变，也让台湾雕日子难过。以前大家图鱼肉便宜吃得饱，无锅鱼正好满足需求，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许多家庭更愿意花钱买深海鱼、野生鱼货，认为营养价值更高。确实有营养师提醒过，无锅鱼属瘦肉型白肉鱼， Omega-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远低于鲑鱼、秋刀鱼等海鱼，反而 Omega-6 偏高。过多的 Omega-6 可能引发慢性发炎，不利心血管健康。所以对注重养生的人来说，台湾鲷并不是补脑养生的首选，反而有点鸡肋，吃它不如吃深海鱼那样有益健康。这种观念传开后，也让台湾鲷的吸引力下降。年轻世代更是口味多元，又讲究 CP 值，他们未必喜欢无锅鱼那种淡而无味的口感。如果价格不够便宜，他们宁可选择鲑鱼、鳕鱼等有风味的进口冷冻鱼，又或者改吃鸡胸肉、虾仁等其他蛋白质来源。可以说，台湾鲷在新一代消费者心中既缺乏形象加分，也缺乏口味优势。当初的品牌光环逐渐褪色，一旦价格不再绝对低廉，就很难刺激他们购买。综合以上种种因素，我们再回头看台湾鲷当前的滞销危机，就能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积已久的暴雷，先有内忧，后有外患，最终导致今天这个局面。内忧是什么？是20年市场蓄势下埋下的隐患，名不副实的品牌宣传，未完全到位的品质管控，消费者认知反噬等等。外患又是什么？是全球市场变局，对美出口曾是台湾鲷命脉，但近年经历贸易战波折，美国政策反复无常。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后，美国祭出对等关税，台湾作为非自由贸易协定国也被波及，一度面临无锅鱼输美关税从0飙升到 32% 的威胁，出口商人心惶惶，只好暂停接单观望。这期间，大陆业者为了清库存，把大批无锅鱼鱼片销价倾销到各地市场，包括美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价格砍到台湾难以招架。台湾鲷鱼片原本就比大陆贵一些，突然客户全跑去买便宜货，台湾这边鱼养出来卖不出去，只好囤在冷冻库，甚至还有滞销鱼，只能活活在池中耗着。直到2025年底，台美谈判拍板，把台湾鲷输美关税锁定在 15%， 总算解除最大不确定性。然而这时我们早错过黄金销售时机，中国廉价鱼已经占了不少市场份额，台湾鲷想重建订单没那么快，而偏偏去年又爆发上述高雄禁药乌龙事件，再加上中国低价鱼涌入造成的价格崩跌，种种冲击叠加，终于在产业底层引爆，传导到消费市场上，呈现出如今这副惨况。可以说，台湾鲷长期以来养殖规模不小，外销占了产量的30%左右，如今外销一受阻，内销又拉不起来，顿时积压的渔获成了沉重包袱。过去行情好的时候，渔民争相扩大养殖面积，近3年全台无锅鱼养殖面积超过3400公顷，年产量5万多公吨。这产能一旦找不到出口，只能在国内市场打价格战，自相残杀。可国内对这么多无锅鱼根本吃不消化，结果就是价格雪崩。到了此时此刻，关税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政府的冷冻库也收了一批鱼，暂时减压，但最关键的消费者的心却很难在短期内挽回。消费者一旦对某食品失去信心或兴趣，要让他们重新掏钱买单，比登天还难。毕竟市场是诚实的，没有需求就是没有需求。以前也许很多人是被名字和宣传推着走，并非真的多爱吃无锅鱼。现在神话破灭，他们会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买这条鱼？曾经以为它高级美味，如今知道只是普通货色，那就没有非吃不可的理由。如果不是特别便宜，为何不选别种鱼？这就是目前台湾鲷面临的残酷现实。与其说是崩盘，倒不如说是市场自行校正，价格虚高必然回落，虚构的价值终究无法长久维系。消费者用脚投票，把过去被过度拔高的台湾鲷重新打回原形。这场教训对台湾鲷产业乃至整个食品农业界而言意义深远。它提醒我们，长久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品质与信誉上，而非仅靠包装与叙事。
台湾雕过去20年的辉煌，某种程度上是用行销撑起来的泡沫。当泡沫被戳破，就迎来漫长的低潮。当然，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台湾雕的价值。毕竟，台湾养殖无锅鱼在品种改良和卫生管理上，较许多国家确实做得不错，品质上有一定优势。未来若能把产业结构问题改善，比如协助无证养殖户转正纳管，强化产销履历制度，落实诚实标示，不再玩文字游戏欺瞒消费者，或许有机会重塑信任。说白了，就是要让台湾雕真正成为物有所值的好鱼，而不只是名字好听。当消费者不再被误导，产业更需要用实实在在的优势去打动他们，比如更美味的品种、更安全无药残的承诺、更透明公道的价格。反观国际市场，台湾雕也并非全无机会。在美国，未来中国无锅鱼如果被课以更高关税，台湾雕的价格竞争力将提升。加上台湾雕的品牌在华人圈仍有一些口碑，只要稳住品质，仍渴望逐步找回海外订单。然而，我们也要认清，靠单一鱼种赚大钱的时代可能一去不返。全球养殖鱼供过于求，谁成本低谁出头。台湾要以较高成本条件胜出，只能走差异化高端路线，但高端的前提必然是诚信与高品质，否则高端不成反成笑柄。台湾雕的故事正好昭示了这一点。最后，我们不妨把台湾雕星王当作一面镜子，它映照出市场宣传的威力，也映照出消费者智慧的成长。从前业者给他戴上雕这顶皇冠，消费者买了账，让平凡无锅鱼登上荣耀宝座。如今消费者觉醒，皇冠应声坠地，无锅鱼又回到了素面朝天的样子。一场虚幻的加冕礼结束了，剩下的才是真正考验功夫的时候没有了虚名光环的台湾雕，究竟能不能靠真本事赢回人们的青睐，这或许需要时间来回答。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未来我们走进市场，看到的是清清楚楚标示无锅鱼的台湾雕产品，而我们依然愿意掏钱购买，那才表示台湾雕真正获得了浴火重生的新生，不再靠故事取胜，而是靠实力说话。消费者已经清醒，靠梦话哄是不行了，但只要你货真价实，消费者最终也会用行动给出公正评价。台湾雕的神话虽然破灭，然而新的篇章也许正要开始。经过这场震荡，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更诚实、更强健的台湾雕产业重新站稳脚步，也让这条平凡的鱼找到属于自己的合理定位。毕竟梦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现实。只要勇于改变，曾经的梦幻招牌也依然有机会在真实世界里发光发热。